开学第一天，新搬来的舍友给我们带了特产，是一份长了灰毛的豆腐。豆腐散发着一股子死老鼠的恶臭。他说这是他妈妈亲手做的霉豆腐，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吃起来很香。出于礼貌，我刚准备收下豆腐的时候，另一个脾气古怪的舍友叶青青却开始阴阳怪气：“你真是饿了，啥东西都敢收，也不怕吃了会没命。”我没搭理他，依旧吃了霉豆腐。没成想当天晚上就遇到了怪事。我说叶青青，你平时跟我们这样说话也就算了，人家新来的舍友好心好意给咱们带特产，你怎么这不识好歹呢？我下铺的舍友王玲最是看不惯叶青青，一听到他这样说新舍友，立马就给怼了回去。既然觉得我不识好歹，那你们就多吃点豆腐喽，反正我已经劝过你们了，这可不是什么霉豆腐，那豆腐上的灰毛是用骨灰养出来的，谁要是吃了，谁就会被骨灰的主人缠住，你们爱信不信喽。本以为被王玲这么一说，叶青青会收敛一点，没想到她居然更放肆了，气得王玲差点动手。算了算了，我知道自己是从乡下来的，很多人都看不起我，没事的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既然大家都不喜欢我送的东西，那我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新舍友叫陈林，虽然他长得比较瘦小，但是给人一种很精明的感觉。刚进寝室的时候，他就很热情地主动跟我们打招呼，打完招呼随即就把特产拿出来了。我跟王玲还有另一个舍友刘思也很热情地回应他，只有叶青青从陈林一进门，他就板着个脸一直盯着他。叶青青这人虽然脾气古怪，但我知道他没有什么坏心眼，也从来不乱说别人。也不知道这个陈林哪里得罪他了，他竟然会对他说这么难听的话。叶青青，就算别人是乡下来的，那你也不能说人家的豆腐是骨灰做的呀。你不想吃就拉倒，何必说这么伤人的话？我这人就爱吃霉豆腐，正愁买不到呢，既然你不要，那你那份也给我吧。王玲主动将陈林手里的豆腐拿了过来，打开就吃，确实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，真好吃。一会儿功夫，王玲就吃下去好几块。刘思见王玲吃的那么香，也没忍住吃了起来。他说的话跟王玲一样，都对霉豆腐赞不绝口。我从小就不爱吃豆腐，但为了不寒陈林的心，还是收下了豆腐，只是没吃。正当他们两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我却无意间瞥到陈林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。发现我在看他后，他又立马朝我露出了一个很友好的笑容。我有些尴尬地朝他微笑表示回应，看着手里的霉豆腐，总觉得心里毛毛的，就好像豆腐上的毛长到我心里去了一样。吃吧，吃吧，再多吃点，连续吃够3天，到时候哪怕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叶青青冲到王玲他们面前，一巴掌就把他们手里的豆腐全打到地上了。玻璃罐子掉在地上，发出一阵清脆又刺耳的声音。声音响起后，王玲和刘思立马打了个冷战，他们俩同时晃了晃脑袋，就好像刚从梦境中清醒过来一样。你们俩这是咋了？看着他俩的状态，我有些关心。王玲缓了缓才回答我：我没咋呀，我不是在吃豆腐吗？哎，豆腐怎么全掉地上了？王玲看着撒了一地的豆腐，脸上露出了很惊讶的表情。难不成他不记得刚刚发生啥了？青青，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，可这些豆腐都是我妈辛辛苦苦熬夜做出来的，你不爱吃，也不能把它们都扔了呀。陈林眼角含泪，委屈地蹲下身，开始捡那些带着玻璃碴子的豆腐。王林跟刘思好像也突然回过神了。叶青青，你就这么容不下他吗？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单纯的脾气怪点，没有坏心眼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嫌贫爱富，就因为他是农村来的，你就这么看不起他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这样对他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此时的王玲被气得满脸通红，刘思虽然没有反驳叶青青，但也一样站在陈林那边。看着他们俩那架势，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到时候别来求我救你们就行。叶青青撂下这话后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到了晚饭时间，陈林又拿了罐豆腐出来，他拿着豆腐就朝我走了过来。小敏，我妈做的这个豆腐下饭特别好吃，你试试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就打开了罐子，夹起一块豆腐就放到了我碗里。闻着豆腐的味道，我差点没忍住吐了出来。路过我们身边的同学也纷纷捏住了鼻子，这是啥味道啊？我怎么闻着一股死老鼠味？不对不对，明明是臭鸡蛋味儿！臭死了臭死了，赶紧走！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陈林脸上一点表情变化都没有，我都替他尴尬的默默低下了头。见我迟迟不吃豆腐，陈林又开始催促了：小敏，你是不是也嫌弃我呀？虽然我是农村来的，可我妈做的豆腐很干净的，霉豆腐都长这样的，你不信去网上搜搜。当时我就劝我妈别做霉豆腐，人家城里的同学不一定吃得惯，可她非不听，说什么也得让我带着，说是她的一片心意。陈林越说越可怜，都快哭出来了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嫌弃的意思。我吃还不行吗？我几乎是憋着气才勉强吃下去一小口，虽然说吃起来确实不臭，但口感却很奇怪，就跟吃灰一样，呛得慌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多吃点。陈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兴奋无比。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呀。
豆腐我肯定会吃完的。这豆腐我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了，一小块豆腐放在碗里，弄得一碗饭都臭了。为了不让他伤心，我只能找借口赶紧溜了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豆腐扔了。没想到刚扔完豆腐，一转身就遇到了叶青青。他围着我转了一圈，时不时还凑上前在我身上闻。你也吃了豆腐？你咋知道？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一身腐烂味儿，800里开外我就闻到了。真是不怕死，都说了让你别吃，你偏要吃。等着吧，今晚睡觉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有些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为啥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一只眼睛睡觉，另一只眼睛放风，要不然小心被暗杀。我更摸不着头脑了。这叶青青什么时候学会说话不着调了？都说了，这霉豆腐是骨灰做的，但凡吃了豆腐的人都会被骨灰的主人缠住。这陈琳让大家吃豆腐，是想帮别人找替死鬼。只要吃了豆腐，等你们睡着后，就会被邪物吸走阳气，连续吸3天，你们就嘎喽。就算叶青青的话是真的，可我想不通，陈琳跟我们无冤无仇，为啥要害我们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就算他要害人，也得有个理由吧？你咋知道他要害我们？虽然叶青青这人平时性格古怪，但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跟他相处的，因为他说话比较直爽，没有那么多歪心眼子。但这次他这么针对陈琳，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心寒的。因为我外婆懂很多这方面的意识，我从小跟在她身边耳濡目染，自然就学到了一些皮毛喽。整个寝室，你的脾气还算对我胃口，所以我才好心帮你。这是我外婆给我的护身符，先借你用吧。你吃的豆腐少，再加上有护身符，那个邪物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叶青青从兜里拿出一个3角形的红布包，塞到了我手里。护身符给我了，那你咋办？还有王林跟刘思咋整？这护身符叶青青平时宝贝得很，就连拿给我看看都不愿意。如今她竟然直接给了我，这让我不得重新思考她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了。我没吃豆腐，那邪物奈何不了我。至于王林跟刘思，我只能找我外婆想办法了。只要3天内都还有得救，前提是他们不能再继续吃豆腐了。陈琳肯定还会想方设法让你吃霉豆腐，你只需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再吃豆腐，我保证能帮你顺利逃过此劫。叶青青表情严肃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回寝室之前，她叮嘱了我好几遍，护身符一定要贴身放在心口的位置，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必须装睡。睡觉前，我早早的就把护身符放好了。熄灯后，我就立马闭上了眼睛，开始睡觉，心里不停安慰自己，睡着了就啥也不知道了，等天亮就好了。可越是想睡，越是睡不着。下铺的王玲都开始打呼噜了，我还是没睡着。同一个姿势躺久了，感觉身子都麻了。正当我准备翻个身的时候，却听到寝室门发出咯吱一声响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得心扑通扑通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我紧紧闭着眼睛，手死死抓着被角。我明明记得睡觉前寝室门是锁好了的，而且我并没有听到屋里有人起床出去的动静，那就只能说明门是从外面被打开的。可如果真是什么邪物，他还需要开门才能进来吗？可如果不是邪物，为啥除了开门声，屋里再也没其他动静了？我忍住了强烈的好奇心，选择先静观其变。过了大概几分钟后，一阵刺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这声音就好像指甲在挠铁栏杆发出来的，而且声音离我很近，像是从我下铺传上来的。我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声音还在持续响，一下两下，离我越来越近。它好像正在一步步往上爬。整个寝室除了那次挠的声音，就只剩下我的心跳声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紧张的能感觉到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滴。就我现在的状态，肯定会被发现是在装睡的。也不知道叶青青的护身符到底管不管用，我可不想死啊。刺挠的声音一直蔓延到我身后，然后就突然没了动静。我一动不敢动，不知道躺了多久，只觉得每一分一秒都是煎熬，身下的枕头都被汗水给浸透了。过了这么久都没再听到任何动静，难不成那个邪物已经走了？我刚准备松口气，缓缓呼出嘴的气才刚出去一半，就被耳后突然响起的声音给硬生生憋回去了。呵呵，我就知道你没睡。声音响起的一瞬间，我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这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？不对，这不是王林的声音吗？我去，他大半夜不睡觉爬我床上来干什么？正当我准备睁开眼骂他的时候，一阵熟悉的恶臭味飘了过来，这是那个霉豆腐的味道。霉豆腐，突然想起来叶青青对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必须装睡。在我身后的王林，就真的是王林吗？他平时可从来不会大半夜爬我的床，更何况刚熄灯没多久我就听到了他的呼噜声，所以说他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大半夜吓我的事。一想到这一点，我瞬间感到后怕不已。刚刚要是睁开眼了，鬼知道会看到什么东西。我放慢了呼吸，继续装睡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就当我差点真的睡着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脸上有些凉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滴在了我脸上。1滴2滴3滴，我依旧不敢动弹。冰凉的感觉从脸上慢慢往脖子上移动，
这种触感像是刚洗完的长头发在我身上拂过。虽然闭着眼睛，但脑子里已经想象出那个画面。一个披着湿漉漉长头发的邪物正趴在我面前，只要我一睁眼，就会跟他那可怖的脸对上。一想到这点，我的眼睛闭得更紧了。头发从我脸上扫过后，随着一只冰凉的手又开始在我身上游走。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直到摸到我胸口处，他突然停住了。呵呵，原来藏在这了。熟悉的声音再次从我耳边响起，这次听到的竟然是另一个舍友刘思的声音。躲在被窝里的手都快被我给掐烂了，我真怕会忍不住发抖。小敏，我知道你没睡，赶紧把那个符给我，那符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要是一直带在身上，会把不干净的东西招来的。声音又变回了王林，他这是想要我的护身符。我没搭理，选择继续装睡。小敏，王林说的对，其实叶青青一直想害我们，陈琳让我们吃霉豆腐是为了救我们。霉豆腐里有驱邪的东西，你吃的太少了，所以叶青青才会找上你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其实爬我床的是两个人？你先把符给我们，等明天我们再跟你好好解释。见我还是不为所动，王林有些急了。正当我不知道该作何选择的时候，叶青青那边突然发出了动静。我劝你们赶紧滚。叶青青说出这句话后，我身边立马没了动静，我可算是能喘口气了。只是叶青青说完这句话后就没下文了，随着还响起了浅浅的呼噜声。难不成她刚刚是在说梦话？不管是不是在说梦话，反正关键时刻她算是帮了我大忙。我能感受到我周围的温度都提升了不少。刚刚那俩人在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周边都湿漉漉的。虽然他们已经走了，但我还是没睁眼，迷迷糊糊就睡到了天亮。听到学校外面的鸡叫声响起后，我才敢睁眼。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厕所，憋了我一晚上了。结果刚准备下床，脚才踩到楼梯上，就差点滑倒了。低头一看，楼梯上竟然全是水渍，包括寝室的地上也有好几滩大大小小的水洼。看着眼前的水洼，我更加确信昨晚发生的一切绝对不是在做梦。昨晚上下雨了吗？寝室里咋这么多水？我揉着眼睛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。小敏，你怕是没睡醒吧？就算下雨，这水也漏不到咱们这里来啊。刘思用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我，我尴尬地笑了笑。确实我们住在中间楼层，就算天上下刀子，也不可能落到咱们寝室来。昨晚跟我说话的那俩声音是王林和刘思的，可我看他俩现在的表现一点异常也没有，反倒是那个陈琳满脸不自在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其实地上的水是我不小心弄洒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拖干净，你们就醒了，真是对不起呀，我这就拖干净。陈琳低着头，语气有些委屈。我们几个明明啥都没说，他这副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对他怎么着了一样。我默默地看着陈琳没说话。王林跟刘思几乎同一时间跑过去安慰他，没事的，我们帮你拖，不就是洒一点水吗？又不是啥大事，不要紧的。这王林对陈琳殷勤的有些反常，平时他的性子一直比较骄纵，我还从来没见他对一个人这么低声下气过。吃早饭的时候，陈琳竟然又把他的霉豆腐给拿出来了。来，大家都分分，天气热，这豆腐放不了太久。王林跟刘思很自然的就接过了豆腐。轮到叶青青的时候，他直接起身就走了，只留我一人尴尬。哪有大早上就吃霉豆腐的？更何况我吃的是面包加牛奶，这配霉豆腐也不合理吧？那个，我早上吃的清淡，这豆腐还是留着中午吃吧。我有些尴尬的拒绝了陈琳递过来的豆腐。见我拒绝了陈琳，王林又开始帮他打抱不平了。你这人咋这么不识好歹呢？陈琳让你吃豆腐都是为了你好。王林看了看四周，确定叶青青已经走远后，才神秘兮兮的跟我解释。你有没有发现叶青青不对劲？我们怀疑他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上身了，他这是想要我们所有人的命啊！看着王林一本正经的模样，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你这话是啥意思？其实陈琳他妈妈是仙姑，他妈早就算出我们几个人有难，所以才在豆腐里加了驱邪的药物，让陈琳带来给我们吃。一开始他怕我们害怕，所以没敢告诉我们。如今见叶青青竟然敢明目张胆地阻挠大家吃霉豆腐，所以他才私下偷偷把真相说了出来。只是你跟叶青青走得近，他怕你不信，就暂时没告诉你。我皱着眉头看向了陈琳，只见他很自然地朝我微微一笑。叶青青其实早就死了，现在操控他身体的其实是个水鬼，水鬼只要把我们的阳气都吸走了，就能借着叶青青的身体永远活在这世间。他给你的那个符也不是什么护身符，而是能够助他快速吸干你阳气骨灰豆腐 BDO22 的催命符。那符戴久了，你只会越来越虚弱。知道为什么寝室里会有那么多水吗？因为那只水鬼昨晚现出了真身，他故意装成王林和刘思的声音，就是为了迷惑你，让你觉得我们才是坏人。也正是因为你吃的霉豆腐最少，他才有机会进你的身。要不是昨晚我装作说梦话大喊了一声把他给吓跑了，指不定你的阳气就被他吸得差不多了。看着陈琳那副信誓旦旦的模样，我有些开始动摇了。难不成昨晚我太紧张听错了？其实说话吓走那脏东西的是陈琳。
我都说的这么清楚了，你现在总该信我了吧？赶紧把豆腐吃了，要不然今晚你就会被吸干阳气，到时候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陈琳从罐子里夹出一大块豆腐递到我嘴边，我看了看王林跟刘思，从他们的表情来看，似乎都很想让我赶紧吃掉豆腐。我自己来就行。我拿了个小碗接过豆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吃啊！王林见我盯着碗里的豆腐，迟迟不肯下嘴，急得他忍不住开始催我。最终我还是没扛住压力，憋着气吃下了那块豆腐。吃下豆腐的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胸口烫得慌，好像是那护身符在发热。难道说那护身符真的是邪物？他感受到了豆腐对他带来的威胁，所以正在做出抵抗。我只觉得脑子乱得慌，一时分不清到底谁对谁错。这就对了，吃了豆腐，邪祟就不敢来找你了，咱们几个肯定能平安度过这次劫难的。对了，那个叶青青肯定还会跟你说一些让你提防我的话，你可千万别再上他的当了。还有他给你的符，赶紧扔了。见我吃下豆腐后，陈琳眼睛都亮了，整个人看起来心情好了不少。面对他的叮嘱，我默默点了点头。离开寝室后，我只觉得胸闷气短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找了垃圾桶把早饭全吐了出来。吐完后，瞬间就觉得神清气爽了，胸口的符也不发烫了。我拿出符捏在手里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没舍得扔出去。仔细想想，陈琳说的话挺有道理。自从戴上那个符后，我昨晚睡着了，一直在做噩梦。平时我胃口很好，从来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恶心反胃的情况，所以肯定是符有问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决定去试探一下叶青青。青青，你外婆有办法解决那个邪物吗？今天王林他们又吃豆腐了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叶青青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你放心，我外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今天晚上应该能到。之前不是听你说你外婆不小心腿摔骨折了吗？这么快就好了呀？我有些疑惑的看着她。叶青青被我问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好了呀，给她看病的医生医术高超，所以她好得快。听到她这样回答，我瞬间心凉了半截。其实我刚刚是诈她的，她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关于她外婆的事。从她现在的表现来看，她是真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，那就只能说明陈琳说的都是真的。叶青青当真已经死了，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叶青青只是被水鬼操控的一具躯壳。弄清楚事情真相后，我下意识的就想跟她保持距离。见我后退半步，叶青青皱起了眉头。我怎么闻着你身上也有股子臭豆腐味？你是不是也吃了豆腐？我跟你说，想要活命就千万不能吃豆腐，难道你忘了昨晚爬你床的邪物了吗？他化作王林跟刘思的声音，想以此骗你手中的符，只要你没了符，他第一个吃掉你。昨晚要不是我发出声响打断了他，没准你早就受他蛊惑把符交出去了。听到叶青青这番话后，我的心跳都慢了半拍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他俩到底谁真谁假？一时间我只觉得脑子都快炸了，手里的符扔也不是，不扔也不是。直到晚上叶青青不在寝室的时候，陈琳拉着我跑到叶青青的床前，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掀起了叶青青的被子，你摸摸她的床单，看看是不是湿漉漉的。见我杵着迟迟不动手，陈琳抓着我的手就往床单上放，手接触到床单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一股潮意。这床单虽然看起来是干的，但摸起来就是潮潮的。水鬼常年潜伏在水里，就算附在人身上，也改变不了他们身上的潮气，所以叶青青的床单才会变成这样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继续说道，等着吧，一会儿等他回来，我在寝室里分豆腐，他肯定会立马走人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豆腐里有克制他的东西，他下意识抵触，所以绝对不会在我拿豆腐出来的时候跟咱们待在一起。难道你没发现吗？之前每次我拿豆腐出来，他都会回避。被他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等会儿你大可以试试他，到时候你就装作不小心把豆腐撒他身上了，你看看他会是个什么反应。陈琳拿出豆腐递给我，看着那块长着灰毛的豆腐，我总觉得胸口闷得慌，脑海中又浮现出叶青青说的那句话，这豆腐上的灰毛是用骨灰做出来的，不怕死的就吃吧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豆腐愣神，你看啥呢？赶紧拿着，一会儿他该回来了。陈琳把豆腐塞到我手里后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接触到豆腐的那一瞬间，放在我衣服口袋里的符又开始发烫了。不等我细想，叶青青就回来了。一进门，他就捂住了嘴。你们是不是又在寝室里吃豆腐了？臭死了！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寝室在吃死老鼠呢。这个叶青青说话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听。陈琳朝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赶紧行动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拿着豆腐朝叶青青走了过去。走到他面前后，我装作狡猾，把手里的豆腐全都朝他扔了过去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身手竟然这么敏捷，一个侧身就给躲过去了。张敏，你想干嘛？叶青青看着撒了一地的豆腐，愤怒的情绪立马上头了。整个寝室都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的，还让不让人待了？叶青青发完火后，竟然径直朝着陈琳冲了过去。豆腐都放哪里了？赶紧给我交出来！叶青青抓着陈琳的衣服领口就把她给拽了起来。
面对叶青青的突然发疯，陈琳淡定的脸上一点微妙的表情变化都没有。不说是吧？那我自己找。叶青青开始翻陈琳的包，整个床位给她翻得乱七八糟。王林跟刘思看不下去了，跑去阻拦，结果被叶青青直接推开了，几乎把陈琳所有的包都翻完了，才翻出3罐霉豆腐来，一共3罐，1罐6块，咱们寝室的人一人一天吃2块，刚好能吃3天，连吃3天，必丧命。陈琳，你这算盘打得挺好。叶青青举起玻璃罐就准备往地下砸，我求求你别砸，那都是我妈辛辛苦苦熬夜做出来的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不要破坏我妈给我的东西。陈琳就差给叶青青跪下了。叶青青不屑地看着他，想让我不砸也不是不可以，除非你也吃一块豆腐，这样我才能相信这豆腐没问题。叶青青语气轻蔑，像是笃定了陈琳不敢吃。仔细一想，这陈琳之前确实没吃过那些豆腐。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陈琳二话不说，拿起一块颜色浅的豆腐就往嘴里塞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霉豆腐制作不容易，所以我自己一直舍不得吃，没想到反倒成了你污蔑我的理由。吃下豆腐后，陈琳把叶青青手里的罐子都抢了过来。这下叶青青彻底没话说了，直接扭头就出去了。小敏，你现在总该信我了吧？你看那叶青青想尽了办法要把我的豆腐给毁了，我现在自己也吃了，要是有问题，我肯定是不会吃的。听我的，赶紧把他给你的符扔了吧。陈琳满脸期待地看着我，我从兜里摸出符后，他又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。行，我现在就扔。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然后走到阳台，直接将符扔到了楼下的草丛里。陈琳见我把符扔了后，还跑过来朝楼下看了看，像是在确认我到底扔了没。扔了就好，再赶紧吃几块豆腐，只要平安度过了，今晚就没事了。陈琳拿出了罐子里剩下的最后几块豆腐，给我们一人分了2块，剩下的豆腐表面的灰毛已经变成了黑色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，不停催促我们赶紧吃。王林跟刘思没有犹豫，很痛快就吃完了发黑的豆腐。我憋着气闭着眼，一狠心也吃了下去。我肚子有点疼，可能是大姨妈来了，我先去趟厕所。一听到我说来大姨妈了，陈琳眼睛都亮了。赶紧去吧。他对我笑了笑，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端倪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特意邀请了陈琳和王林跟刘思。陈琳，谢谢你这么帮我，要不是有你，咱们几个的小命就都要丢在这了。所以今晚我请客，你们随便吃。这顿晚饭吃了足足1个小时。陈琳好几次想回去，都被我找借口给拦下来了。好不容易熬到我放他走了，他头也不回的就往寝室跑。看着他着急忙慌离去的背影，我无奈的笑了笑。熄灯后，我闭着眼睛不敢睡着，默默听着寝室里的动静。谁真谁假，谁对谁错，所有真相今晚就有答案了。屋外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，王林跟刘思已经响起了浅浅的鼾声。叶青青跟陈琳那边还没动静。我本想翻个身缓解一下被压麻的手，结果就闻到一股腥味。这股腥臭味像是什么东西在水里泡久了散发出来的。水里？难道说那个水鬼又来了？一想到这点，我的身体瞬间就紧绷了起来，手下意识的就摸向了胸口。滴答滴答，又是之前那熟悉的滴水声。我死死闭着眼，不停的在心里默默祈祷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。可越是怕什么，越是来什么。腥臭味离我越来越近，直到一缕湿漉漉的头发在我脸上拂过，我被吓得差点哭出来。我知道你没睡，又是这熟悉的开场白，只不过这次的声音很陌生。他没有模仿寝室里的任何一个人，这应该就是他原本的声音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是在等我把你吸干吗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他用冰凉的滑腻的手扒拉我，试图给我翻个身。我依旧紧闭双眼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我实在是没勇气睁开眼看他。你可真能装，这样都不睁眼，不睁眼也没关系，免得我还没吸你的阳气，你就先被吓死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感觉到脖子凉凉的。他这是准备动手了。我现在要是还继续装死，一会儿就该真死了。我咬了咬牙，绝望地睁开眼。与此同时，右手也迅速从胸口处抽了出来。大概他也没想到我会突然睁眼，跟他近距离四目相对了2秒后，我手里的符就直接摁在了他脸上。一瞬间，一股焦臭味钻进了我的鼻子。他的脸被符贴住后，开始冒起了黑烟。与此同时，叶青青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。去死吧！他一手拿着桃木剑，另一手捏着一根红线。桃木剑贯穿水鬼胸口的同时，叶青青手中的红线也从一根直接变成了一张线网。网子被扔到水鬼身上后，他的身体立马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。在他倒地的同时，地上也出现了一个八卦阵。一瞬间，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发出一点声音，原本被泡胀发白的身体就变成了一滩黑水。看着地上的黑水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同时朝叶青青竖了个大拇指。你真厉害！处理完水鬼后，王林他们3人依旧没醒，直到第2天天亮。陈琳看到完好无损的我们，她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。你们几个怎么还活着？
他说出这话后，就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，真把我当傻子了？你以为我当真信你的话？陈琳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我无奈地笑了笑。其实把真相告诉他也无妨，毕竟他只是个普通人，没了那水鬼，他也奈何不了我们。其实我差点就相信陈琳了，只是我去试探完叶青青后，叶青青后来又发消息问我，我好像没告诉过你我外婆腿受伤的事，你咋知道的？这是真是巧合，或许是我命不该绝，误打误撞随便编的一个借口，就碰上真事了。叶青青的外婆之前还真腿受伤了，只是叶青青从来没跟我说过。那天我故意问她，她就以为她自己告诉过我这事。后来她越琢磨越不对劲，确定自己从来没跟我说过后，就发消息问我。也就是这条消息让我动摇了。仔细一想，第一天晚上我明明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还有地上的水渍也是从大门那里蔓延过来的，还有吓跑水鬼的那句喊声，也确实是从叶青青的床位那里发出来的。所以陈琳那番说辞根本不成立，以至于她说的福袋久了会身体虚弱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发现只有我吃了霉豆腐后才会身体虚弱。本来这些都还不足以让我完全怀疑陈琳，直到叶青青把一段视频发给我，是陈琳偷偷往她床上泼水的视频。陈琳这是在伪造叶青青是水鬼的证据。叶青青跟我同住一个寝室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肯定宁愿多相信她一些，所以我就配合她在陈琳面前演戏，让陈琳相信我是真的已经完全信任她了。扔符的时候我也是看准了时间扔的，扔到草里后，叶青青会去偷偷捡回来。吃晚饭之前，叶青青的外婆就到了。为了把陈琳支开，我特意找借口请他们吃饭，为的就是给叶青青和她外婆足够的时间在寝室里布阵。外婆给了我一些药，我趁他们不注意放在了饭菜里。王林跟刘思吃下去的是解霉豆腐毒的解药，而陈琳吃的则是能让人昏睡的迷药。由于王林跟刘思精气亏损太多，所以昨晚吃了解药后也陷入了昏睡，而我压根没吃他给的豆腐，当着他面吃下去的都偷偷吐了。我把所有的真相都跟他解释清楚后，陈琳整个人都蔫了，他无力地瘫坐在地上。小晴，对不起，我没能帮你报仇。报仇？报什么仇？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陈琳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报什么仇？我们跟你素不相识，哪里得罪你了？被我这么一问，陈琳发出了一声冷笑。哈哈，我是跟你们素不相识，可小晴就是被你害死的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1年前她高高兴兴的来到这里上学，却被你们嘲笑她是农村来的，还把她给你们带的东西都扔了。你们欺负她，排挤她，从来不给她好脸色，以至于她抑郁跳河。她还那么年轻，就被你们害死了。陈琳双眼通红的盯着我，被她这么一说，我们几个就更懵了。你搞错了吧？我们可从来没跟叫小晴的人当过室友，这个寝室之前住的也不是我们。陈琳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小晴的遗书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就在这个寝室。陈琳捂着脑袋，看起来好像很痛苦。不过能确定的是，她肯定搞错了，之前住这里的那几个学生好像早就转学了，学校也一直没说他们为什么转学。现在看来，应该就是陈琳她朋友这是导致的了。小晴呢？我要去找小晴问清楚。她呀，昨晚就被晴晴收服了，你脚底下那她还没干透的黑水就是了。一听我这么说，陈琳彻底绷不住了，她用手在地上不停划拉，试图捧起一点水来，可一阵风吹过，那仅剩的一点点水渍彻底干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晴，都是我害了你。陈琳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一句话。叶青青叹了口气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应该对她赶尽杀绝的。青青，你没错，你是为了保护我们，更何况在明知道弄错了的情况下，那个水鬼依旧想借我们的命复活，可想而知，他并不是什么好鬼。这事处理完后，陈琳也退学了，至于去了哪里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从不爱吃豆腐，直接变成了再也不吃豆腐了。